嗨，大家好。前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了一段美国空军 RC-135V 侦察机与中国的歼11BS 在南海上空遭遇的视频。各大西媒还用了非常惊悚的标题称，中国飞机距美军军机仅有10英尺，10英尺也就是3米左右。这个距离在空中相遇可以说是相当危险了。不仅如此，美方还补上一刀称，之所以双方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完全是由于中国军机不专业的拦截导致的。有图有真相，可谓言之凿凿。不过没成想，就在美国曝光视频后没多久，12月31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中心罕见放出了一段中方视角的高清视频，拍摄的正是前来中国南海海域从事间谍侦察的 RC-135V。中方公布的视频非常清晰，尾部编号都一览无余。通过这个 AF64842 的数字，也被日本网友找到，原来是长期驻扎在日本嘉手纳基地，编号为6414842的 RC-135V 侦察机。64即为1964财年制造，这是被日本摄影爱好者拍到的他在嘉手纳基地起飞的画面。而这架飞机也并不陌生，经常从嘉手纳基地起飞，对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国沿海海域进行抵近侦察，行之有年。相信对于拦截方解放军来说，应该也很熟悉。而从美方的视角可见，我方这次负责拦截的是歼11BS，也就是歼11B的双座版。后座的副驾驶刚好可以手持录像设备拍摄美军的侦察机，而从视频还可以清晰见到，我方派出的这架歼11BS还携带了2枚霹雳12和2枚霹雳8空导弹，带弹拦截可以说是对被拦截方最大的威胁。既然双方的视频都有了，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中美军机南海相遇，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不专业。美军的视角中，解放军的歼11BS是位于美军 RC-135V 的左前方，双方相距约有10来米的距离，然后歼11B 迅速向美方军机靠近，在即将发生碰撞的一刻，也就是新闻中所说的距离仅3米时，歼11才从左上方驶离。美方所谓的解放军不专业，也正是从此而来。不过我们切换到中方歼11飞行员拍摄的视角可见，中国的军机的确是在 RC-135 的左前方，还略微靠上一点，而视频中 RC-135 突然来了一个减速，蹬左舵做了一个向歼11方向侧滑的动作。我们从歼11BS 的机翼与外部云层参照物的相对位置可见，并无明显的变化，证明歼11并没有主动改变速度或者航向，而 RC-135 的速度则明显下降，并且看样子还想强吃歼11的尾部。这个动作有点像赛车比赛当中双方车手通过油门、刹车和方向控制来争抢内线同样的道理。美方的意图也昭然若揭了，即通过主动减速迫使歼11B 向前冲，进而强行变道来抢内圈。但在空中操作这种动作显然没有地面那么自如，两机如此之近，势必会有乱流，而我方军机也并没有刻意避开，因此美方这么一折腾，就将双方军机逼近到了3米这样一个即将发生碰撞的危险距离。赛车场上双方发生激烈的缠斗，是因为双方是在比赛，而且是要在基本的规则框架下进行的。如果有一方突破了规则的限制，势必就会发生碰撞，带来危险，犯规的一方也要受到处罚。那么这次中美军机空中相遇，从飞行规则来看，美军的这一急刹车切内圈就是个典型的危险动作。当时中美军机的距离已经处于密集编队的飞行状态，即便是同一方的军机想要临时改变飞行状态，也要通过无线电率先知会临近的飞行员。一般本方军机都是通过固定的频率通话，对方军机一般会用国际航空应急频率 GARD 来呼叫。GARD 在大多数飞行器的无线电上都是内置的，飞行员会手听，所以一般在空中驱离对方军机时，就是在这个频率上进行呼叫的。而美方显然没有使用 GARD 频道来知会中方，即便知会了，在没有得到对方确认或者通讯不畅的情况下，要解散编队也是要向外侧滑行，目的是避免发生空中相撞，这是空中军机近距离相遇最起码的准则。而美方显然反其道而行之，来了个急刹切内圈，这样就将双方飞行员逼入险境。美国的这一动作才是实实在在的不够专业。而大家知道，美国军机在空中这种霸道式的危险驾驶也其来有自，最典型的莫过于给中国人留下极强回忆的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了。2001年4月1日上午8点55分，美军一架 EP-3 侦察机非法进入我国南海海域，犹如无人之境般执行间谍任务。我军指挥部立刻派出2架歼8-2进行拦截，分别由少校飞行员王伟和长机赵宇分别驾驶。
两架歼8-2一左一右在美军 EP-3 两侧伴飞，并进行驱离。在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后，我军成功将美军侦察机逐出我国领空。而正当王伟、赵宇二人长舒一口气，认为任务顺利达成时，美国 EP-3 猛然机动折返，径直向王伟的战机撞去。EP-3 的左翼先与王伟的歼8-2接触，紧接着1号发动机被撞坏，最后 EP-3 机鼻处的整流罩也因与歼8-2相撞而滑落。所以撞击之后的美军 EP-3 是这个样子。而王伟所驾驶的歼8-2当即径直坠了下去，飞行员王伟跳伞后下落不明。而受损的 EP-3 一直发动机损坏，30秒内下降了2000多米，最后在未经中国许可的情况下，于9点33分迫降海南陵水机场。而在撞击发生时，另一架歼8-2的飞行员赵宇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了指挥部，并请求击落美军侦察机。不过指挥部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考虑，不希望中美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否决了赵宇开火的请求。当时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尽管赵宇目睹了此次事故是由美方引起，但并未留下任何我方视角的视频证据。美方大可以狡辩称是自己操作不当，甚至直接耍赖是由中方主动撞击。而一旦赵宇开火将 EP-3 击落，机上24名机组人员葬身大海，那可就是实打实的战争行为了。因此指挥部才否决了开火请求。赵宇只能强压怒火，第一时间打开记录仪返航，并锁定王伟下落的位置。王伟跳伞后，根据赵宇提供的记录，解放军出动了10余万人次进行搜救行动。然而在15天的艰苦搜寻后，依旧没有王伟的下落。而美军方面 EP-3 迫降陵水机场后，机组24名成员也在第一时间被我军扣押。起初美方并不承认中美撞击的责任方在自己，而当时由于条件所限，王伟和赵宇也没能拍下我方视角下的美机动向，只留下一段2分多钟美军从 EP-3 上拍下的歼8-2的视频。所以美方起初拒不道歉，而中方也明确表示不道歉机组人员就休想回国。而后经过几番拉扯后，美方最终通过公开信的方式向中方表达了遗憾，进而换取了24名机组人员回国。这就是著名的2个遗憾。美国对中国飞行员的损失向中国人民和飞行员家属表示真诚的遗憾，对美国飞机在没有得到中方口头许可而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深表遗憾。注意，这里美国人用的是 sorry 而非 apology， 因此我们将其翻译为2个遗憾而非道歉。事实上，美国人至今也不认为他们应该道歉，因为中国并没有提出任何一招致命的视频证据。而后中国又拒绝了美方提出的修复飞机方案，最终 EP-3 被拆解成了一堆零件后，由租用的俄罗斯安124运输机运回美国。21年后的今天，中美战机在相同一片海域再次出现了2机即将相撞的危险场景，而这一次中国方面则在第一时间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视频证据，证明了美国军机是如何的不专业。2001年的南海撞击事件在中国国内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飞行员王伟也被授予海空卫士的荣誉称号，而他所驾驶的飞机编号81192则成为无数人心中永远的记忆。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藏起火，撞向宇宙远。